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故事会，我是老梁。今天这个题目啊，大家可能一看觉得挺纳闷，怎么叫中国最后一个流氓？这个人呢，就今天我们说到这个主人公叫刘义强。为什么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流氓？因为他现在还因为流氓罪在新疆石河子监狱服刑。那么这个刘义强呢，1965年生人，83年他18岁的时候，当时赶上严打，把他呀因为流氓罪判了一个死刑，缓期2年执行。86年的时候呢，改成无期徒刑。后来因为阴差阳错保外就医，反正方方面面复杂的原因吧，弄得他在监外待了10多年，保外就医都不算数了，得重新折算成刑期。这样的话呢，一折算呢，他得服刑到2020年才能出监狱。那么目前中国因为流氓罪还在监狱里服刑的总共就3个人，最晚出来的就是刘义强，2020年才出来，所以他是中国最后一个流氓。而且滑稽的是，流氓罪在1997年7月1号咱们刑法修订的时候把流氓罪给取消了，把流氓罪改成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最高呢也就判是10年有期徒刑，算最高的了。可是83年严打那时候，流氓罪最高判死刑。所以你看，从这些个阴差阳错的事揉到一块看，这刘义强啊，倒霉窝囊，还有点冤枉。所以呢，现在不少媒体啊，一说起这个中国最后的流氓，很多时候都从这个角度出发。那么说，这刘义强假如当年真干了一些就特流氓的事儿，比方说咱们过去说那流流氓氓都干什么？有小偷小摸的，有调戏妇女的，有这个打仗斗殴的，有背后使坏的，带寡妇门挑逗大姑娘戏耍小媳妇，这都流氓。他要真这样，可能咱不少人一讲起来这命关到里头了。他当年就被判流氓罪，多多少少真是有点冤。怎么个冤枉呢？咱们得从83年严打的时候开始。我们说刘义强是北京人，他家呢是北京棉纺二厂的职工，他母亲是棉纺二厂的职工。他是1983年的时候呢，他18，那个时候呢他没考上高中。那么在这个棉纺职工这个大院里头啊，有一帮小青年没考上学吗？大家凑在一块拉帮结派。据说就有这么一个都不满20的这么一个青少年团伙，叫菜刀队，拿把菜刀怎么这那。说这刘义强就是这队里边的。据他母亲说呀，刘义强胆儿最小的，对胁迫不敢不去。那么他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呢？那个判决书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他有3项罪名。第一件事呢，跟别人这个打架的时候呢，抢了人一顶军帽。第二件事呢，把人家玻璃给打碎了。第3件事呢，一大帮上去把一个孩子给打了，也没打坏，反正就这么3件事累加在一块，就是死刑缓期2年执行。在咱们现在人听起来可能觉得这都不可思议，其实凡是经历过83、84、85 3年严打的，咱们有些个年岁大点的观众朋友肯定能回忆起那时候，我天天到处都是警察。你看隔三差五就是一个初审公判大会。我当时我还记得我上学嘛，到一个大操场上看，汽车开过来，上面都是罪犯，有对的有的，后边无警押，胸前一个反弹画，那有枪毙的有什么的。宣判完了，不停场立即枪决。反正当时流氓罪是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口罪。你只要犯些个乱七八糟事，没有啥判的，都统一塞到流氓罪里边。那么那个时候那流氓罪能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的哥哥喝醉了，在人家酱缸里边呢撒尿，流氓罪判7年。还有那么一个事，几个小伙子闲着没事打赌，你敢亲那女孩一口吗？我上去就亲一口，流氓罪4年。就那个时候，这个流氓罪确实判了相当多的一批人。从我们今天倒过头去看，那个时候的司法，在流氓罪这个问题上确实有点过了。
那么83年严打，当时83年9月份的时候，公安部出了一个文件，叫《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通知》。可是从我们今天法治的角度回头看，这个牛玉强当时就这么点罪过，抢一领就最后是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个确实是在今天看有点过重。假如说按照97年修订了刑法，97年7月1号流氓罪取消了，像牛玉强这种情况，很可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就毁了。如果说事儿再大一点，最多也就是寻衅滋事罪，都判不到5年。当时还有一个事全国闻名，咱们好多观众朋友能记得起来。你还记得长春电影制片厂有个影星叫迟志强，迟志强那时候我记得还有什么小字辈啊什么啥，反正挺有名的演员。最后以流氓罪判了他4年，83年10月份判的，最后86年是提前1年半放出来的。我一说迟志强，咱们有的朋友能想起来，还有的朋友会想起他唱的歌，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我却在牢中受折磨。出了个监狱之后，出了几盘蛋，什么悔恨的泪啊铁窗泪什么，都这类歌，这很火。这个迟志强以流氓罪，是男女关系方面流氓罪判的，在我们今天来看，压根就是冤枉的。为什么呢？当时迟志强啊，他在南京拍电影，跟他一块拍的刘晓庆啊什么一帮人。结果呢，这些人呢，刘晓庆有亲戚要去这个飞机场，那会儿这个没有多少私家车，说这个道上挺远，最好有车送。迟志强呢大包大揽，没事，小庆姐，这事包在我身上。他找到当时南京一个给省委开车的小哥们，这哥们说我能替你去，但是我就一辆车，还得找车。说在哪儿找车呢？说你这么着吧，有不少人呢请你了，吱一声就差不多。结果有一个，他父亲是南京军区的一个干部，这个女的30多岁，离婚了。一听说什么能跟廖晓庆他们接近，提要求我跟廖晓庆合张影，说可以，就这样呢。他弄了一台红旗轿车，这不2台车吗？把这帮人风光送走了。走了之后，迟志强就觉得我欠人个情，就说我得请大姐吃饭呢。再说我认识你迟志强也很荣幸，你明星。这女的就把迟志强啊弄他家里来喝酒，他不离异了吗？一个人吗？结果这喝点酒，当天晚上留迟志强在那住，俩人就上床了。这么有这关系之后啊，后来就是在屋里头跳跳舞吧。那事儿就一帮的干部子弟合到一块跳舞，把这门窗都关上，帘拉上，放邓丽君的歌，靡靡之音，跳什么舞呢？贴面舞，就弹起两贴俩。这也没成，这里头还有一个干部子女，一个女孩呢，跟迟志强后来也发生关系。可是不管怎么说，这至多是个道德问题。可当时这个事儿被揭出来，迟志强判了4年，流氓罪，把那个30多岁的女的和那小一点女的都给判了。你要搁现在看，这叫什么事儿？这算的，那是判4年。所以说，当时历史的原因造成了很多错位的事儿。那么这个牛玉强呢，他母亲在节目一说他喊冤，说我们家这牛玉强啊，老实都不能再老实，窝囊的不能再窝囊，根本就那些事都是被胁迫的。跟大伙出去，他不肯不去，小时候就跟个大姑娘似的。你说这得多冤？这句话有人说自个儿家像自个儿家人，他监狱里的狱友还证实了这个。为什么？这个刘玉强啊，到了新疆石河子监狱，84年到那儿服刑去，这2年期间表现很好，到86年就改判他无期徒刑了。原来不死缓吗？现在无期徒刑了。那么他在监狱里呢，整天脑袋不想着别的，就是想这个做劳动积极分子减刑，劳动积极分子再减刑，天天很努力的在干活。他个儿小，别人往上拉土、劳动改造拉500、600斤，他拉那车能拉700、800斤，真努力干活。别的狱友监狱里那些都睡着了，他加班才回来。而且在监狱里他最受欺负，甚至有的罪犯就问他，你是不是替人顶罪进来的？甚至有的罪犯挺嚣张的，指他鼻子，就你这样做给罪犯丢人。就在监狱里老实的不能再老实了。当然这种表现没日没夜的干活这也得到这狱警的认可。最后呢，是到1990年的时候就宣布，由于他表现好，改判有期徒刑18年。从90年开始算18年，
2008年4月份他应该出狱。那么他这么干活，他身体本来也弱，在里边待着待着呢，出毛病了，其实就是干活带来的，弄出了空洞性肺结核。到91年的时候，这肺结核已经挺严重了。这个时候呢，他爸爸从北京来，他爸爸担保把他呢保外就医，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就是说你在监狱里待满7年以上，服刑7年以上，你确实身体条件不好啊，或者说有残疾或者什么的，咱们有些规定。这么他爸爸呢把他带回北京治疗，治疗了1年左右，这个情况也不是太好。这时候新疆石河的监狱派2个干警过来调查，因为保外就医嘛，咱有个监察制度，你到底是不是真有病好没好？一看这情况呢，做出个决定，再给他续1年，续到92年，就等于保外就医时间呢给他延长到2年。那么到了92年呢，他这病啊稍微有点起色。这个期间，刘玉强那绝对是老老实实的，按时到当地派出所报到，每周都去报，然后写思想总结、思想汇报什么的往上交。这个区域之内有什么公务的活，赶紧跟着干，居委会活他都冲在前头去，认认真真的改造自己。但是呢，自打92年以后呢，好像新疆石河子监狱那边音信皆无，也没有说让他回去服刑去。这么呢，他就在家里稀里糊涂这么待下来，那可是半点越雷池的举动都没有，认认真真改造自个儿，有活就干，写思想汇报。到96年的时候呢，家里人给他介绍个对象，这对象姓朱，是个河北女孩。他头一次见着这对象的时候就说：“我呀是个犯人。”有啥说啥。当时他对象都看着纳闷，说：“经理这么老实，还能是犯人？”就喜欢上他这个实诚劲儿。后来97年7月1号的时候，两口子结婚。比较滑的是呢，97年7月1号这天，正好咱们新刑法出台，废除原先老刑法，没有流氓罪，而他还是流氓罪，服刑保外就医期间等于。然后两口子在一块过日子，他媳妇就说：“我就图你这实诚劲儿。”他跟他媳妇说：“咱们今后安安稳稳过日子吧。”这个人平常没说吗？是3杠打不出一个屁来，特别老实，跟最熟悉的人说话，他们都低头，都害羞，都胆小。这刘玉强就这么个人，跟他媳妇真是老老实实过日子，虎模虎样的忙活着。到2000年的时候呢，生下一个小男孩。来，这看下去那两人虽然说穷点啊，怎么着的，后来这个刘玉强自个儿给居委会干活干什么呢？就电线杆上小广告都往下插。他因为这个呢，居委会照顾，给他办了个低保，日子困难嘛。那这样下去，虽然困难点，挺平稳，两口子带孩子也挺幸福。2004年的时候，新疆石河那边来了2个干警，说把他打回去。那为什么你保外就医这么长时间，我们不知道呢？你在外边，你说你到92年，现在2003这12年间，你都没回去报道去，我们得把你弄回去，你还有刑期。服刑的那得，当时这个全家人想，这都这么些年了，以为没事了呢。一想可也是得服刑。这刘玉强二话没说，打行李卷把鞋捆上，把东西就要跟警察走。说警察说行，你在家住一晚上吧，第二天再走。第二天抱了抱4岁大儿子，那能不难受吗？哭啊，跟警察走。本来家里人想的，可也是啊。你说这个保外就医这些年没信是没信的，那么90年判他有期徒刑18年吗？这2008年出狱呢？你看这虽然保外就医是确实有刑期没服，2004年嘛，这不08年出，再等4年。人家干警走的时候告诉他，08年你就出来了，再回去服刑服4年，你08年4月份放你出来，你还能赶上看北京奥运会呢。可没想到的是晴天霹雳，新疆石河监狱接下来给他发说你92年以后保外就医这段时间不在我们控制范围之内。我们这个期间曾经4次给北京警方发函写信，有2次平信，2次挂号信，要把你弄回去，结果杳无音信。我们在99年和2001年搞个网上追逃，把你当逃犯处理了，最后也没把你弄回去。所以这12年间你算是脱离了我们视野了。所以说你保外就医这个时间，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保外就医要超期了，
超过原来定的时间了，不算你服刑。你92年到现在，你等于什么？超了12年。加上前头18年那个去了那个，你2004年你才回来服刑了，那对不起，你不92年的时候你才开始保外就医吗？92年到90年，前面90年给你改判有期徒刑18年，这算你边待2年，你还差16年没服刑，因为92年以后你就脱离我们管辖了，所以2004年给你弄回去，你得把那16年补齐了。蹲到什么时候？2004加16，2020年。2020年，他1965年生人啊，1965年生人到2020年是多大岁数？50岁，人就是个老头了。他在里边已经说那都到终点了，再出来就成老了。所以家里人一下晴天霹雳，这怎么着？我们这些年警察也没跟我们联系，我们也不知道，这怎么弄的？我们又得服到2020年。老婆哭，当妈的也哭，孩子也哭。那么这一点上，我们回过头来看，确实人新疆适合提出来的没有道理，就是你超期了保外就医，按规定保外就医超期的时间不纳入你服刑时间，你再进去得把这段时间给补上。可是问题就要出在这儿，就是谁造成了超期保外就医呢？我们首先有一点，不能回避刘玉强的责任。他知道自个儿判18年，也知道自个儿续了1年这个保外就医，总共就2年时间。那么到期之后呢，他没有主动提出我要回去，这是他要负一定责任的。可是问题是，新疆警方那边来了4次信，我就想，你不能打个电话吗？那沟通为什么就要信这种方式呢？咱们平常寄平信，甚至挂号信都有丢的时候。那么反过来，北京警方这会儿，在99年、2001年2次网上追逃的时候，他们也应该知道这个事，应该时刻把刘玉强作为监外执行的保外就医时候劳动改造情况跟新疆汇报。可北京警方在这方面也没作为，来了一说，打开网上，哎呦，可不是吧？99年、01年网上通缉过。所以我说这个事情，新疆警方跟北京警方肯定负有责任。具体的责任谁大谁小，该负什么责任，这不是我能说的，这得有相关司法部门来鉴定。但是这个事可以肯定的是，除了刘玉强责任本身之外，新疆和北京警方绝对应该负有一定责任。是他们这种事情上等于不作为，或者说是办事不力，造成了刘玉强保外就医的时间这么长。所以现在有个大律师叫周泽，就是代理原先咱们说过那个追山西那个作家谢超平那个事儿的那个律师，他就提出来说，你这种方法是不对，你这边是出了事儿的责任，你怎么都由一个刘玉强一个人承担呢？再一个，最重要的，流氓罪都没了。97年7月1号，流氓罪都没有了，他还因为流氓罪在里边待着，这不是很滑稽的事吗？这个律师也提出来，应该按照这个现行的，比方说新刑法的规定，假如当年流氓罪还有服刑呢，不到现在流氓罪最高的10年的期限，就应该把它放开，这样才能体现司法公正。因为过去的这个严打那个时候，严格意义上讲，这法律并不完善，当时，而且好多的时候呢，有点过了，地方执行的也过了。吴建宝总理呢提出过这个吗？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不要总提经济发展跟不上去，还要提我们民主与法治不完善。83年严打的时候，在某种程度来讲，其实就意味着我们当时的法治不完善。那么这种事情，跟我们现在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社会转型期要付出的成本，纠正过去犯的不对的东西，我们也要支付社会转型期的成本。那不是上嘴唇碰下嘴唇，这事过去了，我们改变就完了，你要支付成本。那么这个成本，我们现在的政府有没有勇气来承担这个成本呢？我想这是一个起码来说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话题。那么眼下呢，刘玉强还在这个新疆适合监狱服刑，继续过去那种天天干活那种节奏。每天呢，他晚上睡不着觉，他多了件事，拿着4岁儿子的照片，当然现在这儿6岁了，看着孩子照片，看一会儿哭一会儿，看一会儿哭一会儿，看着等着什么时候我能出监狱，给媳妇儿写信，都是我太累了，媳妇儿今天就写到这儿，
这个做干活，他本身身体也不好，而且现在呢，这刘玉强说话呀，还像过去那么慢，对，一年当中只有一次说话快，春节30的时候允许往家打3分钟亲情电话，这3分钟太宝贵了，他不得不说话快，他把表带上，第1分钟到了，打完，哎，你赶紧媳妇儿要妈来跟我说2句话，他妈75了，老太太说2句话，然后一看2分钟到了，赶紧让儿子，我要听他儿子声音，儿子说2句话，然后最后赶紧就撂下。那边呢，他家里他媳妇儿、他儿子、他母亲聚在一块抱头痛哭，而且他媳妇儿每个月都给儿子拍照片，说04年以后他没回来，这6年儿子一点点长大了，我把照片都拍下来，他要回来能看到儿子每年的成长，每个月的变化。我一说这个，咱们可能好多观众朋友心里头不落忍，这是怎么办？这人应该把他放出来。可是我前面给大家分析的，大家不要忘了，这个法治啊，在社会永远是件很复杂的事情，何况我们国家有那么多的历史问题，等待着我们这一波政府的执政人用自己的智慧来化解。所以我希望刘玉强这个案例，哪怕他真就是中国最后一流氓，最后出狱，真就把他当做最后一个，今后就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出现了。我想这是中国将来在民主与法治轨道上前进过程当中必须应该做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使用身份证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多见的。那么使的时候多，就意味着身份证丢的可能性就大。在生活当中呢，您丢了身份证啊，可能您最关心的事儿呢是马上补办一个，因为着急要用。但是您可不要忘了，你已经丢了那个身份证，可不像你丢个银行卡、手机卡一样，挂失之后它就作废了，它是还会继续的发挥作用的。一旦有的人拿到了你丢那个身份证，干点别的事儿，说不定有一天麻烦就会找到你身上。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呢，在网络上非法买卖身份证的现象非常多见，所以咱得奉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定要看好你的身份证。如果您要是好奇的话呀，在这个 QQ 群呐，或者哪个聊天的这个群落里边，你输入身份证3个字，马上就会冒出很多这个QQ 群，说卖身份证保真，什么身份证和银行卡配套卖给你啊，大批量的还能减价，如何如何可以谈价。就现在在网络上非法买卖身份证的现象比较猖獗，很多人都纳闷说这身份证都从哪儿划来的呢？这上面有人都给你做解释，说我们这身份证啊，你放心，100%真实，要不真我们都不要钱，我们肯定真的，因为这都是有捡废品捡来的，有人丢的，还有的说的更直白，我们从小偷手里收的。我们可能有的朋友还记得说前些年呢，说有些小偷啊，把你钱包偷了吧，把钱啥拿走了，把剩下的证件都给你留着，或者说扔到哪个垃圾桶去，你捡着之后还能直接找到本人。这些年你会发现，如果你的钱包丢了，钱没了，身份证往往也回不来了。为什么呢？在公安局工作的朋友跟我讲，说现在这个小偷啊，要偷你个钱包，除了这个把钱拿走了以外，一张身份证在黑市上能卖最少50块钱。所以你看 QQ 群里有说身份证一张300的，跟银行卡搁一块卖500的。这就是这么来的，就小偷是身份证非法买卖的一个重要来源。有人说，那这个身份证人家买去干嘛呀？说有的人说买1张2张，还有买40、50张都买的，说是既然有卖的准有买的，什么人在买这身份证呢？有这么几类人。一类呢，开网吧的，咱们都知道这个网吧现在是实名上网，有的说来检查，说你这多少人上网，看看身份证，一般也不一个个对，就只要你有这身份证在这儿就可以。所以有很多开网吧的呢，买身份证备用。因为有的人来这儿这个上网的没带身份证，网吧一看这买卖也得做呀，当然这是违规的。开网吧的买身份证，还有开网店的买身份证。这个道理呢，你要开个网店你就更明白，因为他买身份证往往跟银行卡套在一块儿，通过身份证办借记卡呀，办这个信用卡，就一个身份证一个卡。那么他买这一套干嘛用呢？比方我开个网店，一开始没多少人买东西，那好，我就用这个
别人这个身份证，比方说买一套身份证和银行卡，我用这个注册信息，然后呢，等于自个儿把钱打到自个儿账户上，完制造好评。因为你只有通过这个系统，你才能评价我买了你的东西了，我说你这网店好。通过买来的，你可不能说这是假的，身份证和银行卡都是真的。通过这个注册完了，给自己网店好评，自己钱往自己账号里打。所以开网店的为了这种虚假宣传炒作，他买这个。在第三类人呢，行贿受贿的，谁给你行贿了，你受贿多少？那有的在银行卡里走的这钱呢，一查准能查着。那么这钱从哪儿来的？谁给你的？办银行卡那真实身份都能出来。所以有一些行贿的人知道我要用自己的卡转钱给谁谁，太不隐蔽。我用别人的卡，我买一套陌生人的身份证和银行卡，这你查去吧，反正也不是我。所以有用这种方式呢逃避检察机关检查的。其中危害最大的是第四类人买身份证，是一些犯罪分子，就他已经超越了前面我们说的这种行贿了，甚至涉及到洗钱等等方面。尤其可怕的是什么呢？现在已经有这样的案例出现，就是公安部门在查一些刑事犯罪分子，像杀人越货这样的人，发现你按照他的行踪呢，或者按照他真实的身份证信息，你找他找不着。为啥？他买了一套身份证是什么呢？跟他本人长得很像。就中国人这么多人，你人长得像很正常啊。买的身份证上这个身份证照片跟他本人很像，但是姓名啊号码全不是那个。所以他用这个身份证流窜到全国各地作案，或者住店呢，或者买火车票，或者买飞机票，或者上网什么的。你按这个信息根本找不着他，就说白了，这个人一分为二了，分身了。所以这个给公安部门破案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就是我刚才总结的，基本上就这几类人买卖身份证。你想这买身份证最后到手了，好像没有啥光明正大的事儿是要通过买别人身份证干的。凡是用得着别人身份证和银行卡的，基本干的都不是好事。所以这个现象是我们必须要严厉打击的现象，这可绝对不是个小事。所以说我们现在全社会应该充分关注这个非法买卖身份证的事。那么这个事情呢，咱们一方面呢是自己要看好自己身份证，注意啊，咱这个可别轻易丢了。有人说丢了我挂失去，那对不起，丢了只能补办。我们这个第二代身份证啊没法挂失，就是他丢了之后谁捡到这个身份证，这身份证依然有用。有人说这不合理呀，咱手机卡银行卡一挂失都无效了，咱新的就有效，他那就完了，这怎么回事？怎么身份证还做不到呢？那都能做到，身份证有什么做不到呢？咱们要说清这个问题啊，咱给从大伙从头捋一捋，有身份证以来第一代第二代身份证都怎么回事。咱们国家呢是建国以后呢49年以后长时间没有身份证，就是那个户口本，在单位开介绍信，后来有了护照了，有了什么驾驶证啊，这个到84年的时候呢，咱们国家呢宣布呢我们要搞身份证制度，从那时候开始陆续发放身份证。那时候呢第一代身份证出台是那种塑胶那膜内封的，当时那身份证号码呢总共是15位数。到2004年3月29号，咱们政府开始发第二代身份证。第二代身份证呢是智能 IC 内芯卡的那种方式的，比第一代呢技术要先进很多，号码呢由原来15位呢变成18位。所以这是第二代身份证。那么第二代身份证跟第一代身份证的区别呢，第一代身份证呢只给16周岁以上的人办，就16周岁到25是10年有效期，25到这个45是20年，45以上无期限。那么第二代身份证呢，只要你这小孩抱着能站起来照相，你就可以办身份证。但是这个身份证最高就5年，也是16到25 10年，再往上跟那就一样了。所以这两代身份证呢有着非常明显的使用方面的区别。但是咱实事求是说，高科技从来都是双刃剑，有一利就有一弊。你看这么先进，它带来了新的问题，就是没法挂失。这是咱们很多朋友感到很纳闷的，说手机卡银行卡我丢了，我这一挂失我办个新卡，原来那手机卡原来银行卡作废了不好使了，怎么身份证我丢了我就不能挂失呢？我只能补办呢？这是什么原因呢？首先告诉大家，银行卡和手机卡
为什么它能挂失？是因为它在一个封闭的网络里运行。你比方说手机卡，不管移动、联通的，它有一个网。你银行卡，工行的卡在工行的系统里，农行在农行，都在银联范围内，也是银行一个相对封闭系统。也就是说，对外界来讲，手机卡、银行卡是在个封闭系统里运行，但身份证不是，身份证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运行，就是你走到哪儿都能用身份证。那么你不可能要求火车站、飞机场、派出所、商场、出入境管理处等等等等，就所有这些地方都统一连个网吧，这是不现实的。这个联网的成本太高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做不到所有的社会各部门都连个网。那么也就是说，身份证无法做到完全联网，它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运行，它就没法做到银行卡在封闭环境运行当中可以随时挂失，它的信息直接能打过来。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咱们这个身份证啊，它这个内置芯片技术啊，它是个近距离的技术，就是说你要改这个信息，你必须得是近距离的，经过机器它给你改。它不同于手机卡，手机卡什么，它得跟基站联系嘛，它只要一发出信号，如果基站那边接收了之后一判断这卡作废了，那肯定就给它消失了，就是他想再用都没用了。问题是身份证做不到，为啥？身份证是近距离技术，就只有拿着这身份证到相关部门在机器上改，才能把里边信息修改，说这已经注销了，不用了。有人说那高科技这么先进，就不能把身份证也改成像手机卡、银行卡那样远距离就能注销吗？这时候接着问题来了，如果你身份证信息远距离就能给你改，你想你身份证得多不安全？咱们可能某个派出所都能把你身份证给改了，你想着一旦要这里头有个犯罪分子，或者他出于恶作剧，你这身份证不危险了吗？再一个，他远距离要能给你改信息，那远距离就能识别，这下更危险了。我拿着身份证不管干啥事儿，那边相关部门的人一下就能查着，这个就涉嫌涉及居民的隐私权，咱就没隐私了。所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技术力量上能把身份证变成远程识别、远程修改，但是没有哪个国家敢这么干，因为这涉及到公民的隐私。有人说那这个不行，那咱采用别的吧，咱身份证带密码的，你捡了我身份证你不知道密码，那不也没用吗？就像你捡到银行卡你不知道我密码也不好使，这又有新的问题。同样我前面说那个识别身份证的密码也需要一个网络，可是用身份证的时候呢，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有这个网络。你想你出去到银行办事用身份证一刷，你说你这个有密码一报身份证，那有的地方你比方说过哪个关口，或者在这个公安部门检查你，说这个车上看有没有犯罪分子，把身份证给我拿来看看，让你说出密码，他搁啥检测呀？关键呢，你说出密码，警察也不能知道说这密码就是这身份证的，他不也得有个检测机器吗？这检测机器要是流动的话，你想这成本得多高？更主要一点是啥？成本太高了。就是假如说我报出这个密码来，你一检测发现不对，这时候咋办？如果说不对，像银行卡似的，输入密码不对就锁死了，身份证不能用了，耽误事儿了。你要不锁定，他通过机器反过来就能把你密码破译了，那个麻烦更大。而且咱们还有很多老年人呢，不常使身份证，都记不清密码，几位数都记不准。你一拿出去之后忘了啥的，带来的麻烦非常大。本来用身份证是想快捷的完成这种身份识别，倒反而耽误时间了。假如说就是这个地方真就到处都有那检录设施了，那也不行。为啥？检测一次密码可能时间成本就得1-2分钟往上。在很多地方，你比方说火车站实名制的话，要通过这方式再输密码，那要春运的时候每一个人身上耽误1-2分钟，受得了吗？那火车站得挤成什么样呢？所以就说设密码这个方式也不可取，在世界范围之内也没有通过这种方式管理身份证。那么我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朋友说那完了，那这么说这丢了身份证人拿去用去，我们啥招都没有了。咱们现在看呢，这个办法呢陆续的有破解。一种方式呢是政府要建立一个黑名单数据库，就是你这边一挂失，那边就知道啊，你原来那个身份证那里头那些信息，那个整个身份证是不能再使了，不能再使了呢，就把这个身份证在原来系统内呢列为黑名单，就是把这个黑名单数据库提升上来。
就有可能解决这问题。但是呢，当别的身份证使的过程当中，比方说你丢了那身份证有人使，要检测它真假，得先把这个黑名单数据库拿出来，这个过程又有很高的人力成本，包括时间成本在里头。所以呢，这个也不是最好的办法。现在一种办法是呢，加指纹识别，就说你这个指纹，食指或者中指的指纹往上一摁。咱们现在的身份证，第二代身份证里边已经留出了指纹信息识别的区域，但是还没有把指纹登记上。为什么呢？因为2004年我们发放第二代身份证的时候，指纹识别技术不成熟，现在已经成熟了。我估计在接下来，再发放身份证的时候，很可能我们这个内置芯片里就有指纹识别的区域。这个在一定程度来讲，能遏制住这个现象。所以我说，在科技领域呢，逐渐突破呢，将来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那么眼下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呢，应该怎么处理呢？我觉得有几个方式，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检测部门，你得保证人证合一。啥叫人证合一呢？咱们有时候办信用卡，那银行萝卜快了不洗皮呀，只要你办了就行了。其实应该在办银行卡的时候，人证合一，就必须得办证的人得来。你像咱们手机现在实名。这手机卡也应该做到人证合一，就这个身份证和这个人本人得来。咱们有的部门呢，为了快点有效的办事，本人不去也行，结果留下很大的隐患。连着身份证代言卡办一套，然后在网上进行洗钱呢，或者一些非法交易等等等等。就是检测部门做不到人证合一，这是很大问题，这是应该我们现在监管部门该做的。再另外有一点，我们有的身份证信息泄露跟什么有关呢？不是咱把身份证丢了，而是你没有拿身份证复印件当回事。几乎咱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都有这样经历吧？哪个地方要你说不用身份证，你身份证复印件给我就行了。可是复印件上那些信息清清楚楚都写着的，不仅是你的信息泄露了，人家拿了你这身份证复印件办完事了，说扔那了，有人把这个捡起来，拿着你身份证复印件就能接下来干下一个事儿。这下一个事儿你可控制不了了。比方他拿这个复印件去办银行卡去，你怎么办？所以咱们大家得记住，一定要管好身份证复印件。有人说我也没法管呢，我送给让别人去办事，那别人扔了我能管着吗？我告诉你有一个办法，咱们这个身份证复印件的第二代身份证是两面复印，这面是这个号码，那面是这个有效日期。那么呢，两面身份证呢，每个上都有空白，你在空白的地方要签上你字儿，怎么签？3签，签用途，签日期，签名字。你比方说我现在呢把这个呢，我想办工行的一张信用卡，那么我身份证复印件提上去，我要在复印件的空白处，当然你不能把你的这个名字号码遮住啊，在空白处上写上，就是这个身份证复印件啊，专门给工商银行办理信用卡使用，就给工商银行办信用卡，完了日期，比方说2015年1月5号，然后人签上我的名梁宏达，3签。这个签完了之后呢，这身份证复印件他就给你办完了之后，不管扔到哪儿去，别人捡了没法做别的用途，你把它拿去，说我就干别的事儿吧。你到这一看，你这是给工商银行办这信用卡的，不是你办这个事儿的，这不合理。所以我们大家得管好自个儿身份证复印件，有的时候咱身份证复印件不注意，咱的信息就这么泄露出去了。所以在当今这个互联网时代啊，我们这个个人信息很脆弱，稍不注意呢，就可能泄露出去。咱这个身份证如果要被别人非法使用了，那可能带来很大的麻烦。在咱们这期节目前边的小片里，大家也都看到了，有很多人无缘无故的公安部门就找上来了，不是自己的事儿，就因为别人冒用他身份证，你就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最后能澄清，可是到你这儿调查，你麻烦不麻烦？如果真有一些涉及经济犯罪的很复杂的事，那一时半会儿都说不清楚，咱何必自己给自己找这么大麻烦呢？所以说我们用身份证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如果今天我出门没有必须要用身份证的事，咱不要随身携带身份证。很多人对身份证我就随身带着，那你钱包一丢啥都完了。就身份证没事放到家里，今天我一出门说确定要身份证了，我用完了回来赶紧搁到家里固定地方，我也别忘了。所以这个身份证和个人信息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呢，你可能觉得它丢了之后自己也不是自己干的事，我早晚能洗清。可是问题就是呢，你也不知道有些人拿了你这个丢了的身份证到底去干什么。中国有句老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你想想，我补了一个身份证，我正常用的，还有一个身份证像幽灵一样，自己用不着了，却跟幽灵一样盯着自个儿，不定什么时候人就拿你丢那身份证干这干那个，这不可怕吗？这不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吗？咱别让贼轻易惦记上，先把好自己这道关。